我这一次回邮轮的过程，可以讲真的是几番波折。它完全就是像一个 roller coaster ride， 一时开心，一时难过。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I Shall Travel。在疫情期间，到底有没有办法回邮轮？首先，我就先给大家一个 timeline。我在5月29号的时候，我就收到我们人事部有一个通知，就跟我说我会在6月13号的时候登上我们 Spectra of the Seas， 然后在那边隔离2个礼拜，之后就马上开始工作。然后当时我就很兴奋，因为期间已经是有一种很迷茫在陆地上工作，然后刚好这份合同来，就是有那种finally 的感觉。然后我们 Malaysia 那时候就已经 announce 了，在6月1号的时候会开始我们的 FMCO， 所以我当时就很担心，6月13号如果要飞，我的护照已经过期了，然后我的 medical certificate 也还没有 renew， 所以我就想要赶在5月31号，也就是星期一的时候，赶紧把所有的东西处理好。因为这个该死不死的 HR， 他是在美国星期五的傍晚的时候 send 给我，所以我是拜六早上才 check 到这个 message， 就是讲我只剩下5月31号解决完我所有的 documentation， 然后当天我就赶紧去 check， 就发现到Malaysia 是可以在 online renew 我们的 passport 的。结果我就发现到那个系统超级烂，在当我要上载我的照片的时候，我发现到它一直有问题，我就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在调我的照片，然后发现到整个 system 不 work， 然后我就开始去问我的朋友，我才发现到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它不只是那个照片，就算你调到那个 dimension 是对的都好，它都是完全 upload 不到的，而且就算你 upload 成功了过后，你连 payment 都做不到。这个不只是发生在我跟我朋友的身上，同样在 The Star 也是有人 complain 过，在9月8号2020年的时候，然后其实政府是看到了的，他在9月9号就发布了一个声明，讲我们会改善我们的系统的。Hello， 今天已经是6月20号了，为什么那个系统还是没有改善？然后疫情期间你要 renew 你 passport， 它是需要 walk in， 可是首先你需要去做 appointment。然后当时我就真的是很gelam kabut， 问了很多政府部门，我在 online portal 找他们 chat， 他们跟我说现在是关了的，要到6月14号之后才可以开。我打电话收到的是同样的答复，可是你 imagine 如果我是要在6月13号飞，我是不可能等到6月14号的，所以当时候我就去 Google review， 真的是每一个 branch 我都去看近 a month ago 有没有任何的人留言。然后刚好就给我发现到一个小姐姐的留言，然后我就赶紧问她，你是不是去这一个 website 去做你的 appointment？ 她就跟我讲，是不对的。我就到底我是要去哪一个 website 做我的 appointment？ 在我进入到这个 STO 过后，我就发现到只有指定几家移民局是有开的。我是住比较靠近 PJ 跟 KL area， 我其实是就想找这几带，结果我发现到 Kelana Jaya 只做外劳的服务， Shah Alam 呢有的 renew passport， 可是 for online application， 就是那个很烂的系统是做不到的，而且 fully book KL 没有这样的 service， Wang Sama Maju 只是 for 外劳。可是我最后很庆幸的是 Klang 那间就有开，然后我就选择了这个 slot 2点钟的，完美。可是其实我当时的心里还是很忐忑的，他们全部都跟我讲现在是没有开的，可是这个 system 又可以 book 到我，这样到底是有开还是没有开，我又很紧张，然后我没有办法去 check。可是庆幸的是5月31号的时候，他们就打电话来问我，你可不可以早一点来 for 你的 appointment 啊？我是那种当然是可以啦。然后我当天的行程就安排到很妥善，早上我就去Sunway Medical 做我的 medical check， 然后在等待拿我的 medical report 的同时，下午2点钟我就去 Klang renew 我的 passport， 然后等一回拿到 passport 过后，我又回去就拿到我的 medical report， 整个路程49 km。太心酸了，算了，距离不重要，重在问题解决了。然后6月1号的时候 Royal Caribbean 就终于发我合同啦，然后同时间我也收到我的飞机票啦，它就是一个从 Malaysia 飞去新加坡，再从新加坡飞去香港，总共耗时26个小时的班机，因为我在新加坡有很长的 layover。小朋友，Why？所以当天在我觉得一切都很顺利之后，我已经确定了我是可以回船，我就把我原先有的 AZ vaccine， 就是我们当时抢到乱的，
我就决定把它 cancel 掉。我就打算早一点 cancel 这个 slot， 可以早一点 release 给其他在 waiting list 的人。在我觉得一切都太完美的时候呢，6月8号我又收到了一个 email， 他就是跟我们讲，你不会在6月13号登船了，因为是香港卫生局不让你登船。所以我就OK。然后新的方向就是我要在6月21号的时候飞去香港，然后在 hotel quarantine 2个礼拜，然后我在7月5号的时候才正式开始我的工作。就是讲我2个礼拜 quarantine 是没钱拿的。然后当时我收到这个消息，我就赶紧去 check 跟 validate 他们讲的东西是对的。然后我就发现到，因为我在 Malaysia 还没有打疫苗，所以我去到香港是需要 quarantine 21天的。然后他们就发了我一个6月15号飞往香港的机票，然后我就在6月13号的时候去到公司指定的 Subang Jaya Medical Center 去做我的 RT-PCR COVID test， 然后就拿到哒哒 negative test， 然后就可以准备 pack 行李飞啦。然后到了6月14号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一点紧张了，因为我还没有收到我的 hotel information。然后 Cathay Pacific 他发的 email 里面是有讲到，如果我没有这21天的 confirm booking with my name printed on it， 我是不可以 check in 的。然后因为跟美国有时差的关系，我的 scheduler 每次都会迟12个小时发我那个 email， 所以我就决定在我6月15号要飞的当天凌晨4点40分，我就下了一个 alarm， 因为我想要 make sure 他当时候已经有了我的 hotel information， 我才敢去机场。然后真的像我想的这样，他在4点11分凌晨他就发了一个 email， 他就讲香港的外上局只会在6月17号才会 reply to 他才能 reply to 我们。然后我就在想，可是我是今天飞6月15号，我没有时间等到你6月17号，所以我就去问他，这样我今天到底还要不要飞？他就跟我讲不用，他会帮我 cancel 掉我的 flight， 然后我会有一个新的机票，然后我需要去重新被人家捅鼻孔、捅喉咙做这个 COVID test。我之后 check 我的机票呢，我就发现到更离谱。这一次他们是让我6月20号从 Malaysia 飞去西边的 Doha， 然后再飞去东边的香港。整个班机耗时15个小时30分钟，就为了去本来4个小时的班机就可以到的地点。然后就在我觉得哇，一切东西又准备好的时候，结果我们6月18号当天，恶讯就来了。他直接跟我们讲 ，Hello Spectrum Team， 你的合同正式被取消 due to operational reasons。然后现在呢，我就要开启我的侦探模式，来猜为什么我们的合同无缘无故会被取消。首先，第一点是我发现到印度、菲律宾他们被香港的卫生局归类为 Risk Group A， 就是最高级别。在这些国家的人，你只要在他们的国家待过超过2个小时 for the past 14 days， 你就 not permitted to enter Hong Kong。然后第二点呢，是我们的公司是一个美国邮轮。然后我们所有打的疫苗都需要经过 CDC 承认的。目前是，如果你还没有打疫苗，你登上邮轮，他们就会给你4种品牌的疫苗 ：Pfizer、Moderna、AZ 跟 Johnson & Johnson。然后普遍上呢，我们中国的同胞打的都是中国疫苗，目前是还没有经过官方认证的，所以他们就在这一个点上有一些纠结。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现在是印度、菲律宾、中国3大族群支撑着我们整个船的这个运作都没有办法登上船，这样我这种来自马来西亚的小咖上去，到底是有什么用处呢？对不对？然后第3点呢，是因为香港他们强制性要我们所有的员工都上去酒店隔离，然后可能他们考虑到的是，我们一下子会有500个员工从外面一下子入境到香港，然后占用他们的房间。然后目前他们是只有33家指定的酒店，可是我看到一共是有9000个房啦，照理来讲应该是够的扩大，可是有可能这个是香港的一个顾虑。然后第4点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邮轮公司的顾虑，它同时间要让所有的人在酒店隔离，然后你想想看，OK， 有打疫苗的人乘14天，没有打疫苗的乘21天，他每一天要 burn 掉的那个钱，你可以 imagine 是多贵嘛？所以站在公司的立场，我觉得是可以理解，它是一个很大的开销。
因为像其他邮轮，他们现在做的方式就是他们把员工送进去那个国家过后，直接上邮轮隔离，那至少他就没有这个 hotel cost。然后以上这些呢，全部都是我自己自以为是的推断，是没有经过证实的。可是就是因为公司没有给我们一个很合理的解释，你就需要安慰你这种受创伤的灵魂，所以我就自己大概猜了，可能是出于这些原因，所以目前可能还需要再等等。所以目前我的状况呢，就是疫苗取消了，工作又辞职了，合同又没有了，是有点悲惨啊，讲真的。可是也没有办法啊，他就好像你爱上了一个渣男，然后你就摆不脱他。可是你就很爱他，我很爱我的工作，可是这份工作就是目前要跟我分手，可是我就很爱他，就是我自己心甘情愿被他渣。好吧，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拜拜 ，Wish me luck。所有在等着合同的朋友们也不要灰心，我觉得这个世界迟早会变好。我们想要去旅行，想要回船上体验这个生活的人，肯定还是有机会的。所以 ，good luck。所以我的 scheduler 还是 scheduler，我也不懂。